大家好，我是 Seika， 我是 You， 欢迎来到 Seika and You 的布屋。Seika and You の部屋へようこそ。这次的影片我们要来介绍 You 来到台湾之后觉得很惊讶的30件事情。因为我来台湾之后，经过了差不多2年了，所以趁这个机会想一想，来台湾之后很惊讶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打算介绍30件事情咯。那开始吧。这个是很多日本人同意吧？而且我以前有在日本留学过，那时候觉得日本水果的种类没有台湾那么多，而且也没有那么甜。是吗？甜度也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。我来台湾之后已经2年了，不过现在也很怕一个人过马路，所以过马路的时候，如果旁边有台湾人的话，跟他一起过马路，这个比较安全。不管是搭公车还是搭捷运，都很便宜。这个我很有感，在日本的时候搭电车或是搭公车都很贵。因为在日本的话，厕所跟浴室是完全分开的。在台湾的话，因为管线还有制作方面的问题，所以几乎都会在一起。对日本来说应该很惊讶。这个让我很惊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留学的时候，我住的地方的旁边有一家餐厅，从那个餐厅看到我家，从我家看到那个餐厅里面，不过没有窗帘，所以看得到对面的家，所以我很惊讶，真的对女生来说真的很可怕吧？感觉不安全。对呀，お風呂にもないの。浴室也没有，那上厕所的时候被看到怎么办？在日本的话很少看到蟑螂，不过在台湾的话真的常常看到。不是只有家里看到，去外面的时候到处都有蟑螂。有时候道路消毒的时候，所有的蟑螂跑出来，所以走路5分钟就看到20几只蟑螂，超恶心，超可怕，没办法接受。虽然在日本也有蚊子，不过那个台湾的蚊子太强了，被叮的话真的超痒，而且那个被蚊子叮的那个伤痕也一直都有，不会消失。对，やばい。因为我来台湾之前不知道槟榔的存在，所以来台湾之后第一次看到嚼槟榔的人的时候，觉得嘴巴里都有血，超可怕，超担心，他怎么了？不过后来知道有槟榔的存在之后，觉得只是嚼槟榔而已哦。不过还没习惯看到那个嘴巴里很红红的人。台湾很习惯。真的吗？在台湾的话，除了热炒以外，大概都没有提供酒。在日本的话，吃饭的地方都有提供酒，所以可以边吃饭边喝酒，所以我就有点惊讶。我在日本的时候也很惊讶，为什么吃牛丼的地方都有酒呢？对日本人来说是正常，是普普通通。台湾的便利商店真的像咖啡厅一样，那个便利商店里面有人看书读书，有的人工作，有的人跟朋友聊聊天，有的人吃饭，所以真的很自由。在日本的话绝对不会这样做，所以我蛮惊讶的。这个我还没习惯。你喜欢吃茶叶蛋吗？喜欢吃，不过不喜欢这个味道，还没习惯。对，我也觉得味道真的是蛮重的。很多日本人觉得吧。在日本的话，早餐是在家里自己煮，在家里吃，所以没有什么专门卖早餐的店。不过我来台湾之后，知道专门卖早餐的店之后，觉得超方便，超厉害。我以前在日本的时候，觉得没有早餐店很不方便，都只能去便利商店买面包吃。对呀，没有健康。
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几乎都没有看到自动贩卖机，所以有一点惊讶，觉得很不方便。不过后来发现了，因为到处都有饮料店，所以根本不需要自动贩卖机。U-Bike 又方便又便宜，我觉得真的很棒，而且设的点很多。来过台湾的日本女生绝对会想到这个。因为台湾男生一直被教育说一定要服务女生。是哦。对呀，所以台湾男生应该都很绅士的。在日本的话，黑道常常刺青，不过其他人不太常，因为如果有刺青的话，没办法去温泉。不过在台湾的话，很多人觉得，这个很时髦，把它当做时尚。对啊，很多女生她也可能是一个很可爱的图案这样。对 ，Love you とか爱心，とか首とかね。在日本绝对没有。而且如果有的话，没办法在公司上班呢，在日本的话。对啊。不能让其他人看到。虽然我已经习惯看了这个穿着，不过还没这样穿过。如果在日本看到这样穿的人的话，很多日本人惊讶，吓了一跳。我在日本里面也看过。我第一次看到小番茄跟其他水果，苹果啊，还有什么葡萄、香蕉一起拿上来的时候，蛮惊讶的。小番茄是菜吧？为什么把它当做おやつ dessert 呢？因为我们觉得是水果。因为很甜嘛。对啊。虽然我也觉得超甜的，不过绝对是菜，不是水果。我以前被台湾人问过，你去语言学校大概多久的时候，我回答大概搭20分钟的捷运。那时候对方很惊讶，超远呢，你很辛苦吧？我觉得，哪有超近？因为我在日本去大学的时候单程1个半小时，所以单程20分钟的话太近了吧？不过因为我觉得台湾人跟日本人的那个感觉不一样，所以跟台湾朋友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因为日本很大。如果在日本想换工作的话，还是在现在的公司上班3年多才可以好好换工作的样子。对，不过我听很多台湾人对工作的意见之后，觉得不需要在对自己来说不好的环境工作这么久。台湾人的话，感觉比较容易换工作。觉得不高兴的话，马上就可以换了。而且为了自己的人生换工作，不是负面的意思，是正面的意思也很多。我觉得。我第一次参加台湾朋友的生日派对的时候，他自己准备蛋糕，然后准备一些甜点给大家的时候，真的很惊讶。不过好像在台湾常常这样做嘛，因为自己很 happy， 所以给大家小小的 happy 这样。我以前小的时候的同学，确实他生日的时候，爸妈会准备吃的给大家。这个蛮惊讶的。我在台湾留学的时候，常常遇到这个情况。不过因为我很喜欢认识新的人，所以那时候没那么在意。不过听很多日本人的意见的话，大家都说，朋友的朋友不是朋友，还没习惯的样子。来西哟。在台湾的话，就算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，也可以带男朋友或是老公，很正常。对，不过在日本的话超奇怪，不过我太习惯这样做，所以上次我回去日本的时候，跟日本女生朋友一起吃饭，然后他们有男朋友，然后我们聊到他们的男朋友的时候，我不小心说，那可以叫他们来这里耶，大家一起吃饭吧。那时候我的朋友们真的很惊讶的样子，可以吗？这样不行吧？那时候我觉得很尴尬，不小心讲出来，这里不是台湾，这里是日本，所以
要小心。在日本的时候，就算是男朋友也不会在外面牵着手，因为很害羞。不过刚来台湾的时候，常常看到很多情侣在外面卿卿我我，牵着手包包，还有亲吻，真的很多。所以真的很惊讶，没有习惯看，自己也不敢这样做。不过现在的话已经习惯看了，也自己也稍微可以做，可以在外面牵着手。在台湾的话，本来有那个外食文化，而且大家不觉得女生在家里煮饭比较好吧？比较没有这个概念，所以对于很多女生，对很多日本女生来说很轻松。你那懂？在日本的话，男生跟女生都有结婚的想法，才介绍给自己的家人。我们的情况是我跟 You 没有认识很久，我爸妈就很想见 You， 所以我们很快就一起吃饭了。对呀，超紧张的，而且是不是自己的母语哦？那时候我练习中文，听中文，一直都练习。如果在日本的话，交往比较久之后，一起去吃拉面是完全没问题，我也很喜欢。不过还没交往的时候，如果男生找女生要不要一起去一起去吃拉面的话，女生可能觉得在那里懂哦。因为在台湾、日本拉面有一点贵，所以带女生去吃拉面完全没有问题。そうなのか。在日本的话，去泡温泉的话，绝对不穿什么，是裸体，所以跟朋友一起去的时候也没办法穿。这个对日本来说是正常，所以我来台湾之后很惊讶，可以穿泳装哦。而且女生跟男生一起耶。对啊。不是温泉，是pool。这是我现在还是没有习惯。めっちゃ困難なる、はーってなるし、そこで止めるのみたいな。突然停下来去买自己的便当，ってなる。买便当真的有点扯。真的很有趣，好笑。那这次 You 他介绍了30个来台湾之后觉得很惊讶的事情。那如果大家有觉得日本跟台湾有不同的地方，让你觉得很惊讶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待ってます。拜拜。拜拜。